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2个：谁是0号病人？中国爆发新疫情风险上升。第二，戴奇的手法更厉害啊。先讲讲疫情啊，这个我是不愿意讲，但是现在又发生啊，这个情况中国过去4天发生了29起。29例本土案例，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0号病人，所以新一波疫情爆发的风险正在增加。对不起，国家卫健委5月16号，全国新增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浙江8例，上海6例，广东4例，湖南1例，四川1例。那么本土病例5例，辽宁3例，安徽2例，那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那么在上海。那么其中辽宁、安徽两个省4天有29名本土感染者，那么其中辽宁是13人，沈阳2人，安徽是六安12人，合肥2人。5月15号，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这个人很有名啊。那么在这次疫情当中，他经常出来胡说八道。那么这次算不算胡说八道，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他这次这么说，因为他是首席专家，所以我们还得引用他说的话。他说，此次疫情辽宁营口传播于安徽六安，具体的病毒源头有待调查。那么全国出现了30多例。其中营口新增9例，再就是安徽是12例，都是本土案例。那么当然现在其实最严重在台湾啊，台湾的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台湾的防疫很成熟所以我就不报道台湾了。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台湾的自媒体非常发达，所以他们的节目应该做得更准确、更全面。我还是集中报道中国大陆吧那么5月13号，安徽六安，安徽省六安市有1例那个在这个核酸检测的时候发现那么此后2天，安徽、辽宁陆续发现确诊病例。那么在此之前，就是在安徽、辽宁发生本土案例之前，过去22天，中国都没有发生本土案例那么没有发生本土案例，这也是为什么五一黄金周就五一小长假全面开放的一个原因那么吴尊友说，虽然这次本土疫情首个确诊是来自于这个安徽六安，但是疫情的源头很有可能是从辽宁营口开始传播的。不过呢，如果找不到这个0号病人，就很难确切的知道这个病发的源头在哪里，也就没有办法切断它的传播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疫情爆发的这个风险是在增加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确诊源头在哪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通过流行病调查去把整个的它可能产生传播的所有的范围全部切断。如果不能切断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爆发。所以这个武汉肺炎的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厉害的就是它因为传染度非常的高，传染度一高，它没有切断它的传染的链条，它就一直会传染下去，所以非常的厉害所以这是让我们担心的地方。那么5月17号到19号，就从今天开始，安徽六安要求主城区和重点区域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安徽、辽宁政府敦促居民尽快的接种。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疫苗。那么从5月17号开始，所有进入辽宁营口市的人必须持有7天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辽宁省卫健委的这个党组副书记宋伟良、营口市的副市长金丽、市卫健委的主任王成，还有区政府多位官员被训诫并训诫警告处分。那么5月16号，这个国家疾控局原来叫疾控中心 CDC， 它现在改制成为这个疾控局疾病预防控制局的副局长孙杨带工作组就去安徽六安和合肥，那么部署这个疫情控制的工作。这是5月13号疾控中心改名为疾控局它实际上是调整这个体制，把疾控这一块从这个卫健委里面，当然现在还是属于卫健委，但是毫无疑问它未来这个疾控局会从卫健委里面独立出来。那么孙杨就在这个安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卫健委的副主任就去了辽宁去辽宁，叫雷海潮5月15号去辽宁雷海潮说要扎实进行这个流行病调查溯源，快速准确严格落实社区管控措施，严格规范次密接的人员管理，实行统一的表单化监测那大概是这样那么辽宁营口主要现在的情况就是慢慢的是从安徽六安因为六安爆发的最多，那么六安最终往上追到哪里去？追到了辽宁营口。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辽宁营口3天之内新增感染是13个人，所以现在怀疑是什么呢？怀疑营口的感染者最早发生感染的时间是在4月中旬到4月底之间。那么如果这个预测这个分析是对的话，因为从他们这个并发的时间推算，就是说营口的感染者他的时间已经往前推到了4月中4月中旬到4月底。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病毒的传播已经在当地已经悄悄的传播了2-3个星期，中间横跨了五一小长假。营口呢，辽宁营口呢是10大港口之一那么营口的鲅鱼圈区出现了今年首个旅游高峰期，然后它的各大景区人气爆棚，接待旅客97.1万人次，那么叫小100万。那么直到5月中旬，安徽六安报告了这个确诊病例就是一个姓吕的，我们上次讲过然后才顺着这个流行病调查的源头一直追到了哪里？追到了营口。营口的哪里？营口的鲅鱼圈追到了营口鲅鱼圈那么5月16号，营口市鲅鱼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发展指挥部研究决定，临时关闭全区所有个体诊所那么另外呢，鲅鱼圈教育局发布信息那么即日起实施以下管理：一、所有的学校从各级各类民办培训学校机构、幼儿园立即停止线下教学活动这第一。第二，初中小学一律实行封校停课管理线上教学。那么教职员工严格执行非必要岗位工作人员不到校的要求。第三，高中阶段学校高1高2学生停课，实行线上教学。
高3年级和教职工实行在校封闭管理，因为高3要高考，马上高考，所以他让他们封闭管理。第4，学生和教职员工居家期间做好个人防护不得外出然后就是省长省长5月15号，省长刘宁主持这个视频会议那么部署这个防疫工作，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五一小长假出现了人潮同时也出现了也出现了疫情。在我们之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仍然发生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持续关注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么多人来，就鲅鱼圈有这么多人来，那么如果源头真的在营口，那这件事情不容乐观如果真的是在营口的话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讲美国跟欧盟。美国和欧盟5月17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合作让中国扭曲贸易政策的承担责任那么这个话说的有点奇怪，其实。那么这个声明，我们先完整的讲一下这个声明这个声明是由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这是一方，美方是2个人，一个是戴奇，一个是雷蒙多这个欧盟这边呢是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叫布洛夫斯基东布洛夫斯基共同签署。这个东布洛夫斯基就是宣布欧盟执委会暂停推动这个中欧投资协定的进程，就是他宣布的那么声明宣布美国跟欧盟开始讨论解决全球钢铁和铝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欧盟同意与美国在金属关税的争端中达成部分休战的共识。欧盟委员会表示，它将暂停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产品从口红到运动鞋，从威士忌到摩托车和摩托艇。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和欧盟成员国作为盟友和伙伴，民主和市场经济有着相似的国家安全利益，他们可以合作，促进高标准的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并让中国的贸易扭曲政策承担责任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就解决钢铁和铝的过剩产能的关切进行讨论，并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包括适当的贸易措施，以维持双方的关键产业。为了确保这些共同努力具有建设性的环境，双方同意避免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有负面影响的政策。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双方拿中国来说事儿，解决了双方之间的一个贸易争端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中国这边又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5月17号发布关于第2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2次排除清单的公告那么第2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2次排除清单将于2021年5月18号到期。那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按照程序决定，对上述产品延长排除期限，自2021年5月19号到2021年12月25号，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美国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什么意思呢？就是排除，它有个排除清单，这个排除清单呢，总共是多少种呢？79种。那么之前中国为了反制美国的301加征关税的措施，也出台了一批的征税。那么现在就79种商品排除，就排除意思就是不征。那么这79种产品呢，它还有2天就到期
那么它就在延长到12月25号啊，12月25号。那么79种包括稀土矿、金矿、银矿、银金矿等啊79种。什么意思呢？就很简单，向美国示好，中美贸易谈判要开始了。那么把这个排除清单的期限往后延长7个月啊，延长7个月啊，向美国示好。那么美国跟欧盟呢签订一个联合声明啊，就是双方在钢铁和铝等一系列产品上面之前在打着贸易战呢。那么现在呢签一个联合声明，就说我们要让中国付出代价，所以我们呢就停战。这就是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这个戴琪呢，他的手法就更厉害啊。他当然，你一看欧盟跟美国双方开始休兵歇了啊，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川普政府。川普政府当时其实川普政府当时贸易战不是只跟中国打，其实是欧盟全部都在打啊，全部都在打。他所有的贸易伙伴，包括日本，包括欧盟，包括中国啊，还有一些啊，包括加拿大，包括墨西哥，他全打，全找他们麻烦啊，找他们麻烦。那么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找过这个川普，马克龙跟川普关系看得过去还不错的，其实就说哎呀，我们别打了，美国跟欧盟就别打了，我们一起联手对付中国吧。结果川普呢就没理他，结果就双方就开始开打啊，双方开打。那么本来呢，今年的6月1号，欧盟是要对美国这个钢和铝要提高关税啊，就要提高50%的关税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新政府拜登政府去跟欧盟说，我们别打了，我们还是一起对付中国吧，就是这样。其实这件事情的情况就是双方决定停下来，我们不打了啊，我们一起去对付中国。它中国叫扭曲的贸易政策啊，扭曲的贸易政策，大体上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什么？看出2点。第一点，那么美国这边在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和欧盟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啊，就是说我们双方这个之前进行的动作先停下来啊，其实是只是局部的停下来啊，我们不做啊影响双方谈判的这个事情，影响这个谈判气氛的事情。其实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不开战，休战。那你想一下，中美贸易谈判之前，欧盟跟美国休战，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美国就是要全力以赴来对付中国啊！所以其实中国也知道美国要全力以赴对付他，所以在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先上个小礼品啊，告诉你，我们是有诚意的啊，我们不用力度别太大，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这里面我们再往前推，你可以看到几件事。第一个，中欧投资协定现在是黄了，泡汤了，基本上就是欧盟执委会已经决定说不会再推动这件事情的这个核准的这个进程。其实中欧投资协定现在只是签那个意向，因为它还有一个漫长的个过程。中欧投资协定就是欧洲执委会和中国政府双方签了一个，其实是个框架协议，或者是你可以讲它是一个意向也可以，或者讲一个意向可能会更好。现在的进程就是
欧盟现在进行一个法律上的文本，先进行法律文本的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对接，把文本完成之后，对接完文本之后，他就把这个文本，一个是交给欧洲议会，第二个交给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是下议院，欧洲理事会是上议院，上议院、下议院全部通过，中欧投资协定才过。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法律文本中欧之间还在对接，这个是没有停，这个还在发生。但是实际上呢，欧洲执委会现在在现有的情况下不会推动这件事情提交给欧洲议会的这个进程，那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就泡汤。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这是第一个，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因为什么？欧盟把中欧投资协定这件事情停下来，美国跟欧盟之间才有的谈。如果这件事情不停下来，欧洲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停不下来。为什么？意味着美国不知道欧盟的立场是什么。现在欧盟的立场非常的清楚，我不跟他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那么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战也就会停下来。停下来意思是什么？大家联手对付中国。这就是这次这件事情所反映出来的情况。那么理论上来说，按照这个戴奇之前透露的情况来说，你双方应该正在安排下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啊。那么贸易谈判它会怎么样的进程，现在还不清楚。理论上应该是美国和中国双方正在讨论，就是比如说议题，当然包括时间，包括地点，怎么谈哪些啊？这个过程会有一个蛮长的过程，因为议题的选择决定了什么？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方向。所以讨论议题是在贸易谈判之前最核心的内容啊，不容易，这件事情不容易达成协议的。但毫无疑问，双方肯定是要谈，这应该是中美之间下一阶段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问题。那么之前当然我们报道过，第一个中国那边的准备啊，第一个就是现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是中国那边可能会派这个胡春华接替刘鹤来谈。可能性，我判断可能性是存在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刘鹤年纪大了，奔70的人了啊，那么这么高强度的谈判，对他的身体状况是有挑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胡春华现在你可以看上次这个习近平出去考察，忘记去哪个城市啊省。胡春华陪着，当然胡春华陪着是有道理的。当时因为他去视察的地方是农村啊，那么胡春华的工作范围就是两个，一个是商业部，一个是农村部、农业部，他负责这两个部。那么理论上来说呢，他负责商务部的话，理论上贸易谈判是他的范畴，所以派他去谈合理。就是从工作安排上是合理，但是你可以看这次习近平去视察农村，他陪着也合理，因为他农村他分管。但是平时的情况是什么？平时基本上习近平到哪都带着刘鹤，带两个人，一个是刘鹤，一个是中办主任。那这次呢，带了这个胡春华去。会不会跟贸易谈判有关？我觉得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那个还有点远，所以
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准备，就是换个人谈。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换个人谈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换了人，那么刘鹤继续保持让刘鹤谈的没有优势啊。如果川普政府连任，那让刘鹤继续谈，那有点道理，因为熟悉嘛啊。那么反正美国这边也换了人了，那么中国那边也换个人，也无不可。就是原来的熟悉就已经没有这个优势，所以你可以看美国跟中国这两边双方都在做各种准备，双方开始谈这个贸易谈判的各种准备，就是大战前的这个准备工作都在陆陆续续的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爆发点。好吧，大体上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主题讲一下。这两个主题呢都没有结果，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今天就说这两个，好吗？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健 Jack Hung 谢谢，姥姥王谢谢，关心台湾的缺水、断电、疫情的风险，疫苗没有确切的着落，希望早日恢复正常。缺水断电就最近台湾这个不大顺利疫情又开始发生爆发，然后疫苗没有着落，现在说是美国的情况倒是在好转明显的这个疫情在迅速的回落，就是现在应该是打了2针，成年人就是全国的这个以全国人口来算。打了2针，超过43%了，成年人应该超过50%了应该是一个这样的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到疫情的这个感染也好，死亡人数也好，确诊人数也好，在迅速的下降，所以按照我们之前的判断，6月份应该可以控制住这个判断是基本准确那么7月份全面开放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美国发生。那么现在美国的疫情控制的差不多了，所以他开始向外释出疫苗，8000万支疫苗，8000万支疫苗，台湾那边说这一个是印度，印度应该是重点的方向为什么？四国集团四国集团那么台湾这边也要求跟美国在协商疫苗的安排，我估计也会给台湾一部分那么我们也希望台湾尽快的控制住这个疫情，包括断电缺水等等那么现在台湾这边非常的重要，现在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东野主任谢谢，建旭谢谢。情况补习之前的节目，有人提到存在即合理，我有点发言权。这句话出自黑格尔，原文是：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其中理性和现实都是哲学概念，而非日常概念。不知何时这句话被错误地缩略成存在即合理，并成为中国人常用的流氓逻辑和精神胜利法之一。任何社会不公和失序都用这句话搪塞，是对黑格尔的巨大误读。非要用也只能是王老师说的存在即有因而绝非存在即合理，否则岂不是犯罪也合理了？荒谬之极，非常对建旭说的这个非常正确，存在即合理，它这个合理其实不是这个日常概念，是指哲学概念，就是说它有它存在的原因
好，情况，营口昨天发布命令，全市启动3级紧急响应、应急响应，实施2级管控，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只进不出，封闭管理啊，这老套路啊，老套路。情况现在来鲅鱼圈旅游的，主要是到雄岳镇斯拉堡村温泉小镇泡温泉。辽宁电视台播五一期间，仅沈阳去鲅鱼圈就有9800多人。沈阳的母子病例就是一家子去泡温泉。如果0号病人不是摄影培训师李某某，那应该不是他，应该不是他啊。安徽人就是培训师啊，那后果会更加爆然。肯定不是这个李某某，既不是李某某啊，也不是李某某，下面就是一个是我印象中是吕吧，啊，一个是吕，一个是忘记是谁，王还是谁啊？这个情况，所以我说现在风险是有点高，因为现在已经确定不是他，那0号病人确定不是他。情况，美国今天报的感染人数是16616啊，是去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从这个趋势来看，6月底之前，只要美国不作死，疫情会结束。当前的亮点是新泽西连续3周新增病例减半啊，那么排名从全国前10到了倒数第3，仅次于加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但阳性率5%还有点高，就剩1个月了，大家再忍忍，别在这个点倒下，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讲，对待疫情、对抗疫情，有2点很重要，这2点非常关键，也是决定性的。第一点就是科学、科技。科技是什么？科技就是疫苗。尽快的产出疫苗，然后大家去大家去接种疫苗，这是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科技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所有的人保持警惕，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就这2条，没有别的。至于说封停这件事情，当然。用封停这种方式来控制疫情，但是不能解决问题。还是那句话，没有实现全民免疫之前，所谓控制疫情都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危险的平衡。所以真正要控制还是全民免疫啊，全民免疫。提问：为什么美国感染1万多都不恐慌，厉害国才几十人就上下都炸了锅？不恐慌的原因是2个，第一个就是美国现在的医疗系统已经没有问题了，就是说它整个医疗系统它已经调动起来呢，当它还有这个感染的人数的，它整个医疗系统没有问题，能够扛得住，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担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疫苗已经来了，已经有疫苗，大家正在打，而且这个已经打了这么多了，这个比例已经达到这么高，我看这个比例已经高，我印象中比例我看看啊，你看看哪去了？全世界，你看都已经转成全世界了都。打了多少了？哦，打了，看不到，算了，不看了。所以他的情况是什么呢？他的情况就是，当你有疫苗的时候，而且当你的疫苗是充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啊。只要你持续的做这个动作，你就只能实现全民免疫。当你实现了全民免疫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所以
你现在的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情况有两点，为什么大家恐慌？恐慌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疫苗到底有多大的保护性不知道啊。中国的这个疫苗的第一名声不好，这中国做疫苗的这些制造商、医药制造商名声不好，造假，疫苗造假持续发生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现在新做的这个疫苗出来的疫苗，到底它有多大的保护性？不清楚、不确定、不靠谱，所以大家会恐慌，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当你的疫苗不可靠的时候，那你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就是你打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产生群体免疫，你不知道，这是个不确定性的东西。那么这种不确定，你有很多地方说打了这个中国的疫苗，结果它感染非常的高，所以你不清楚它到底什么水平。他拿去检验，可能他检验是拿去检验的那个有86%，但是没拿去检验的有没有86或者68呢？就不是，大家心里没底，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你有没有实现全民免疫的这个可能性都不知道。就是说你可能达到了60%，甚至达到80%，可是实际上是没有达到60%，甚至可能只有30%，那怎么办？这些心里面这个希望，在美国的情况是什么？在美国情况，大家有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只要我们过了那个比例，那么这个疫情就会下来。事实上就是这样，这个希望是非常确定的。但是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那个希望是不确定，因为疫苗，这还是那句话，科技不够发达，落后。当然，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恐慌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那种直接把你封到楼里面的这种残酷的这种手段，这残酷的手段实际上是让大家恐慌，因为一发生这件事情，你可能就给关在家里关2月，发生过这种情况，那当然会恐慌，所有人都会恐慌，原因就在这里，炸锅的原因就是恐慌。观点：CDC 前几天刚宣布了，打了疫苗可以不戴口罩。昨天外出就看到真的有不少人不戴口罩，而且怎么能确定这些人都打了疫苗？疫情都没彻底过去，打了疫苗的人可能感染并传染给没打疫苗的人。我真的害怕这是不是作死的节奏？我觉得这个常识都会有吧。我现在出去我也不戴口罩，但是我出去不戴口罩是什么情况？我去散步，我不戴口罩。但其实我打了疫苗之后，我出去散步我就不戴口罩。但是我今天我去商场买东西，我是戴口罩。那基本上你看到我在商场里看到大家都是戴口罩，但是我散步的时候看到大家散步也都不戴口罩，基本上是这样。那么你说有没有美国人没打疫苗就不戴口罩呢？有，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没看见，我不知道，我还是比较相信美国人的公德的。美国公德可能比中国要好一点，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靠谱的啊，在这个问题上啊。提问想听听中国现在跟东南亚的关系。最近听到泰国朋友说，泰国现在也是开始有点排华的行为。首先是因为疫情导致美国旅游业重创，其次是泰国最近在对外输出的文化中，因为用繁体字和只对香港、台湾被小粉红抨击了，所以现在这种战狼外交会不会把东南亚都抛弃了？我没有听到这件事情，没有听到泰国有排华的行为，我没有听到。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啊，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尤其是泰国，泰国的影响就更大。为什么？中国对泰国的影响是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华侨，泰国的华侨很多啊，那么泰国的华侨在
泰国经济中的这个支柱性的地位啊，而且泰国这个华侨很大部分是潮州人啊，他们跟潮州的这种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这是一头，这个影响很大。第二个影响，泰国有旅游业，旅游业对泰国的旅游业来说，中国游客呢是决定性的，所以这两个影响对泰国非常的大。我真的没有看到说这个中国跟泰国之间发生了太大的问题。中国跟菲律宾的问题比较严重。那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想走钢丝，两边得好处，但事实上做不到。他在这个局，杜特尔特没把这个局看明白，他不想得罪中国，甚至想从中火中取栗，但事实上做不到。做不到是什么？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他判断错误，他以为他只要跟中国走近一点，中国就不会对他下手，其实是不对的。中国的对外扩张的步伐不会因为你跟他关系好还是关系不好就会改变，不会的。说我们俩关系不错，算了，我这个地方我就不搞了，不是的。你看纽尔礁300辆，现在那个原来讲220艘这个武装民兵的船，现在已经变成300艘了。所以实际上不会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好，他会改变这个战略，不会的。包括越南，越南也是一样，越南很精，精在哪儿？他呢表面上跟中国关系还不错，不翻脸啊，但是呢，他悄悄的把那几个他主要的岛屿已经进行武装化了，把这个岛屿啊安排上了各种军事设施了。越南就很明白很清楚，中国它其实是改变不了中国的你跟中国关系再好都没有用。杜特尔特不明白，杜特尔特自己以为自己很精明啊，对吧？我这个长袖善舞啊，我这身段柔软，但其实是没有用啊。情况，美国已经打了2.8亿支疫苗，完成2针的是1.2亿人，完成1针是1.6亿人啊。OK， 情况，施永青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案，完成生育2胎指标后才能采取避孕措施啊。施永青是有个这样的建议吗？啊，施永青也是火中取栗啊，也是火中取栗。问题是这个，问题是那个房间里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你说是不是？房间里，你说以后保险套都得控制使用吗？如果中国有一天发生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就回到秦朝了啊，那就大概已经回到秦朝了啊。提问：按照这个趋势，明年的冬奥会怎么开？好问题。我们先考虑今年这个东京奥运会是什么情况吧。东京奥运会我觉得有问题啊，开不开得了不好说啊，真的是。提问：欧美联手喊话让中国规范贸易行为，这是联手啊喊话让中国规范贸易行为，这不正是 WTO 的作用吗？ WTO 当今的作用在哪里？他是叫他联手喊话，让中国规范贸易行为。我没有看到这句话，你说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新闻吗？那个新闻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新闻讲的是他们发表联合声明，是我们休战，一起对付中国啊。至于 WTO 的作用，你自己看吧啊。那么 WTO 的作用在哪里？你去搜一下 WTO 的网页，好不好？情况，老粉红岳父岳母这周启程从澳洲回山东，5个一政策目前为止还在祸害中国人，过程曲折，由布里斯班经悉尼飞厦门，再搭高铁回山东，单程机票16000每人，
再加上回国后高价自费隔离21天，疫情再度爆发前夕回国，真是不明智之举，也不愿意听澳洲医生的建议，回国前接种1针 AZ 疫苗，避免染疫后重症几率。那也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特别是老人家老人家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没办法说服。我还记得当初这个戴口罩的问题，不肯戴口罩国内老人家不肯戴口罩。我记得我们当时我有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这个戴口罩这个视频，在微信里面疯传，所以很多老人家看了我那个微信以后戴口罩，我非常高兴，我至少做了一点贡献。但是没有办法，可能你能不能找一些其他的人跟他谈谈，就至少找一些他们比较信得过的人谈谈，你看试试看好不好？老人家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工作，这个我理解理解。情况，朋友的小孩回美国参加大学毕业典礼，来之前他已经在国内打了2针科兴，毕业典礼后结束，回国前必须提供核酸检测，结果核酸检测结果他没有抗体，说明他在国内打的疫苗毫无效果。就是这就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恐慌？恐慌的原因就是你疫苗你不可靠，疫苗不可靠，还是那句话，我讲的是中国的这个疫苗厂商声名狼藉他们之前做很多的假疫苗，做很多的劣质产品，伤害了很多中国人。这次我相信也不例外，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原来出假疫苗，它那个原因没有解决掉，因为每次都没有去把问题根子挖出来，这个根子没有除，做武汉肺炎疫苗的时候也仍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办法好，明谢Katie 谢谢，喜欢您王老师谢谢，陆小俊谢谢，恭喜王老师节目2周年，感谢您每一堂课的精彩付出，您的节目影响了我周围很多人，我有感受益良多，祝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你，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